天我狼是给大家伙儿直接带来一首超级魔界村啊！我给大家伙儿解说过魔界村、大魔界村、超魔界村以及 ARC 版，也就是街机版的魔界村啊，大魔界村。然后呢，这个是超级魔界村，是来自于 SFC 平台上的啊。那这个玩法呢，咱们在屏幕上也写的很清楚，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全程无伤，一命速通。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这个魔界村是真的赖啊！这是超级魔界村啊！表演者呢是呼吸证明我还活着，用了40来分钟啊！这个游戏还是挺慢的，反正能看清楚啊。这个魔界村，如果是这个大魔界村啊，如果是超魔界村的话，它是 GBA 平台上的，然后这个 GBA 平台吧就有点卡，所以说你们懂的啊。好，这个带2级跳的这个就是超魔界村的设定。第一关肯定还是那个面具男。好的，这潮起潮落啊，2级跳可以。我去，感觉这个涨潮了之后啊，这个设计非常好。好，2级跳。他这个跳起来这个腿，你看，直接就是一手高抬腿啊，特别逗啊！魔界村系列呢，我也解说的差不多了啊，主要就是，一上来给大家伙解说的也无非就是速通记录，还有就是各种玩法。你像咱们这个无伤的这个玩法呢，其实就是不受伤嘛。这个游戏是这个允许受伤的，就比如说你挨打的时候盔甲会掉，但是呢还可以再补，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保险啊，就一个。像这种游戏呢，也不是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好，一只大鸟怼着干，卡住位置。这个是 SFC 平台的啊，这个说句实话，画质方面上肯定有很多人说，怎么感觉有点像 FC， 反正有点像 MD 啊，还真不是 MD， 是 SFC 上的啊。MD 的话呢，还目前我还没看到啊。好，又是这个死亡之海。说这个魔界村到底魔啊，最后那个魔王你们也知道了，ARC 版魔界村直接就通关了，那个门打开之后连进去都没进去啊。这里面我们还有全程无伤的路子。好，旋转飞斧，咱们这个盔甲还可以对吧？你可以换盔甲，好像有那个什么黄金盔甲，还有这个你看这个绿色的盔甲就是有点青铜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但是这个走道有点慢啊，还是要靠这个跳，然后撇这个飞镖呢，还是攻击还是蛮好的啊！你看这个跟超魔界村其实是一个路子，好像感觉这个超魔界村的这个 GBA 版，好像跟这个 SFC 的这个路子是一样的，但是 SFC 上的比这个超魔界村，比这个 GBA 平台上的要优化很多。首先你会看到它不卡啊，那个超魔界村确实太卡了啊。好，来看看，来你看，这是有盔甲，好，黄金圣斗士，传说中的黄金圣斗士啊。我给兄弟们安排的超模身材一波，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安排超模了？我自己还没超模呢，我给你们安排超模啊！看来我也是飘了啊！好，你肯定是看过啊，你看过的那个是超魔界村的 GBA 版，这个不是 GBA 版，这个是传说中的 SFC 版。这个 SFC 的，你看它不卡啊。你刚才看那个特别卡，这个现在不卡。吃这个盔甲的话，就是直接就是满盔甲，然后让自己加了500分。这个游戏打分啊，感觉意义不大啊，总感觉就是没有意义。好，这不就是在播超模吗？啊，你管这个叫超模呀？啊，你管这个叫超模？超级魔界，就是超魔界村啊。好，我们看看这个，它这个叫珊瑚海是吧？它这个游戏你要想让它速度快的话，还是快不了。
咱们这个路子吧，就是跟着这个屏幕走，这有点像横版的这个射击游戏啊。比如说，你看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叫横版射击类的，叫什么来着？啊，沙罗半蛇、宇宙巡航机。好的，直接召唤神龙。哇靠！这个他这个技能让我想起那个悠悠白书。你们知道那个悠悠白书里面好像是有一个飞影吧？他练那个必杀还是谁练个必杀，可以召唤一条那个龙。然后这个龙呢，可以作为攻击形态，然后可以控制它的形态，然后呢，这个去打这个对手啊，就是说它是个格斗游戏啊，你懂吧啊？他撇着这个到底是什么？是标枪吗？魔法标枪，手里拿着盾，然后呢，标枪还是无限火力的，已经满盔甲了。反正有盔甲就保底啊。就是你上来这个盔甲，如果一个不小心被碰了之后啊，你就直接就是光腚了，俗称就是光腚啊，一手光腚你直接就蒙圈啊。好，一只飘黑龙波啊，你们说那个黑龙焰杀波对啊，黑龙波有点又让我想起那个网游那个奇迹来了啊。好，这个果然跟超魔界村感觉好像。他这个，你看他这个 BOSS 都一样啊！你看这个海星王，一手超杀，1、2、3、4、5，好像是伤害是有那么多。好，蓄力，中间一头龙，打不了多少点，但是2个必杀可以直接秒掉啊！他这个设计看起来就比较喜感。好了，直接退潮，然后过关。你看这个头盔摘下来啊，是一个战士啊，一个小战士。但是说白了啊，他也是靠魔法来打败魔法的。啊，直接打爆。这个里面像那个地宫，你看吧哈。然后这种游戏肯定是有红魔鬼的，红魔鬼就是咱们看那个 SNK 大战卡普空 ，SNK 里面的雅典娜呢，在那个格斗游戏里面，它是属于那个最终的 BOSS 嘛，啊，就是隐藏的最终 BOSS。然后呢，红魔鬼呢是卡普空的隐藏最终 BOSS。包括那个最后的这个双 BOSS 系统，其中有好鬼是卡普空的，然后呢，天国版气捉魔的话呢，就是这个 SNK 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 BOSS， 是吧？还有就是说 SNK 里面还有那个 SNK 的火星人，以及这边还有洛克人啊，火星人加洛克人的外星组合，啊，这个特别的搞。你看这个明显就比那个超魔界村要好多了啊，画面完全流畅啊，对吧？完全流畅。还是继承了这个二级跳的这个路子。如果是 GBA 版的话，那实在是太墨迹了啊！就是屏幕上一有怪就特别的卡到你受不了那种。好，你看红魔鬼，他用这个来秒红魔鬼挺好的啊。这个红魔鬼的话蹲着不动啊，逼逼赖赖的。他是属于什么呢？他会跳起来，对吧？飞起来从空中，然后拿爪子去抓你啊。它是斜角打的，你就特别的难受，因为很多游戏咱们都知道啊，斜着角特别的难打，因为没有斜角攻击，所以说你点跳起来攻击或者怎么样啊。当当杜舞啊，必须要一首杜舞啊。火星人是紫金大头那个火星人吗？啊，应该是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里面还有那个吸血鬼那个迪米特里，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还有那个比如说像96的暴风，这都是特殊人物啊，比较特殊的。你看第一级跳，看第一级跳的时候，它是往前踏，第2级呢是往后拉，也跳得非常喜感啊。不吃无所谓啊，这个金币没啥用处啊，也不需要奖命，也不需要什么。好，这跳到这个柱子上之后呢，从这个下面走，感觉这个子弹好无敌啊！蓄力了之后，你看按住了蓄力之后呢，还有这个黑龙波，焰杀黑龙波啊，非常的赖逼啊！啊，蓄力。这可以一直续住。好了，这个 boss 一点都没变，1、2、3、4、5、6、7，漂亮，单秒，他把这个 boss 单秒了，兄弟们，确实帅啊！
直接扔掉。这个必杀你们看到比比上次咱们看那个超魔界村要秀的很多，确实要秀的很多的啊。好，哎，你看又转换视角了。啊，直接漏掉。像这些小兵啊，你看啊，基本上就没啥问题。这个游戏虽然说啊，这个对于新手来说特别的难，主要是节奏不太好掌握。看起来你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但是呢，其实它的设定还好啊。这些小兵没有什么太讨厌的，你只要把这个版背清楚，对吧？好，你可以看到平行世界这个反重力系统，而且还有这个双级跳来加持。2级跳加持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咱们打这个无伤其实也不重要啊。比如说咱们正常你玩的话呢，咱们攻击先不扯这个事儿啊。穿上这个盔甲之后呢是这样的，你穿上盔甲之后呢，咱们是最起码有个保底，对吧？你如果被小兵或者被 BOSS 打一下之后，好，这感觉好像是穿越了啊，直接穿越，感觉这个镜头在晃。果然是魔界村啊，有很多人玩到这儿了，就有点这个大脑跟不上趟了啊。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3D 眩晕症，看一看就晕了。你看这地方是哪？是不是怪物的那个身体里面的感觉？练完这个必杀之后呢，咱们是有一定的小无敌时间。这招很赖啊，我觉得是挺赖的。好了，世嘉的超级忍2代，我做过超忍3。2代没见过，关键是我连玩都没玩过啊，看也没看过，所以说也不太会啊。一会儿我干脆啊，直接就摊分好了啊。这个传说中的摊分大作，《三国战记119》，诸葛亮，是吧？摊分1121万，有机会1150万的啊。我记得之前 SL 玩法是1135。TAS 啊，也不能叫 TAS 啊，因为1135它那个只是 SL 了 ，SL 还不一样。好了，直接进洞穿越，好，直接就是一顿突突，这多头龙 ，BOSS 一点都没变啊。虽然说屏幕看起来还是会有一定的卡动，但是呢，跟那个 GBA 版的就完全就差太多，那 GBA 版的太卡了啊。这个节奏非常好，这是冰霜巨人的家，然后有这个你看它各种生物啊，其实你像那个狗，就上面那个喷寒冰这个狗，其实它在那个焰之洞穴里面，刚才那个火龙洞穴里面，它就是喷火，对吧？在这里面就是喷冰，你看起来觉得很多人说小狼啊，是不是那个什么啊？哎，是不是好一手必杀，有无敌时间啊，不用怕。直接把上面的再秒掉。你看起来好像觉得，哎，狼人你看他又做了火又做了冰的特效，其实无非就是换个这个攻击配色啊，你对吧？太简单了啊，这个。好，小心这个冰刺。一顿小冰刺就对了啊！好，你看他们飞在头上，为什么头上顶个坛呢？难道他是印度人啊？不是阿拉伯人啊？头上顶个坛子，有点东西，你看，对吧？而且他举的盾牌上都带冰啊，这个设计非常的狠。一会儿播吧，现在好的，你看红魔鬼是非常讨厌啊，一定要先给他秒掉，确实很讨厌。这个小狼很喜感啊，感觉这里面就是无论是在特别热的那个岩洞里，还是在冰窟窿里，这个生物啊一点都不少，咱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保暖的，是吧？你像这个还好点，它最起码穿个马甲，对不对？哇，你说这个是云还是寒冰器？
这个攻击力就已经很高了，兄弟们。好像空中飘过的这个东西啊，就有点像云，然后这个云呢，就对咱们来说有一定的视觉迷惑。好，来看看这个 BOSS 啊，寒冰之王。蓄力先打一手，然后 A 几下之后再蓄力，然后从反方向一兜。它这个飞行好像是控制不了啊，你面朝哪，最后都是往反方向的那个最顶方飞。所以说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走位和面朝的方向啊。好，红魔鬼直接搞掉。感觉有这个必杀好多了，有很多兵啊，你清起来挺麻烦，还不如真的像这样的啊，直接清掉。好，这个鸟，我想问一下，这个鸟只有个头和脖子，啥也没有，太嘚了啊！有这个2级跳太方便了，真的。什么游戏都是啊，一旦加上一个2级跳，2级跳还在空中还能左跳右跳的。好，还是你 ，How 打右啊？怎么老是你？肚脐眼上发火，他肚脐眼上是个脸啊，看没见？蓄力，一手必杀没打着。总感觉 BOSS 看起来没那么难打啊，对不对？上来就蓄力，各种洞穴啊，有焰之洞穴、冰之洞穴，什么森林啊，还有什么，比如说像什么腐烂，有那种什么丧尸之类的啊，这种。反正总之，这个小红魔鬼一天天就在这里面，有点像那种特殊的怪一样啊。好，你看，直接把上面那个鸟头秒了，他撇的这个必杀是有说道的啊。鸟头直接3点就可以秒掉，但是你撇的话，你像刚才撇了大概能有个6、7点。好，果然一定要卡住位置。有人说不秒那个红魔鬼怎么办？没怎么办啊，有一定的受伤危险而已，但其实还是有打的方法的。好，电梯梗。所有的闯关游戏里都有电梯梗，无论你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电梯，都是有电梯梗的啊。这个2级跳太赖了，兄弟们，真的。2级跳符不符合物理规律，咱先不知道。但是我要说一句非常牛逼的事儿，就是2级跳，就是你看有很多小说里面，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好，利用这个必杀的无敌时间，这是个小 boss 啊，2次变身，感觉有点像那个腐尸的国王，绿了吧唧的啊，就是还是怎么说，就是若不是你这样闯进我生活，你说他前列腺上为什么长个脸呢？这个怪啊，前列腺上能长个脸也是醉了啊。好，小妹儿来了，看没看见？啊，然后一会儿老头来，是不是？哦，什么什么 ，I'm so 什么就，game to help me， but no 什么 I'm 有什么看什么玩意儿的啊？哪有没有英语大神？真的啊，我这英语没学好，都还给英语老师了。小妹儿胸挺大啊。实话实说，好了，你这不能配个音。那个时候，我觉得把配音扔进去啊，有点难啊。你说现在让这帮做 CV 的人给这个游戏配音会什么感觉？你们猜？这个不是啊，这是 SFC 版的。而且很流畅，算是不错啊，而且真的很流畅的啊，磨叽死我了啊！好，
又来了啊，又来了啊！二周目啊，这个游戏看没看见？游戏的难度啊，瞬间就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二周目啊，跟你看，它为什么用40多分钟通关啊？这个1周目跟2周目它完全不是一个游戏，你看没看见？一会儿还要漂洋过海，先是森林，然后水关，感觉好像不是吧？你们有没有那种错觉？就是 GBA 版的这个魔界村，就是这个 就是2周目，有点像 SFC 版的2周目。你看这个明显难度增加的太多了啊！我操！给这配音不怎么地呀，啊，听名字就知道没戏了啊。还是第一关的音乐比较专业，是吧？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游戏剧情不重要啊，还是游戏的玩法重要。但是现在游戏剧情太重要了。想当年我记得我无论是什么游戏啊，我都是首先推剧情的。比如说我玩《使命召唤》，也是喜欢《使命召唤》的剧情。对吧？好，来看看，接下来是鸟，还是一样卡着这打，感觉他非常扛干了啊！看不看见？一手冰龙，这个是真的扛干了，明显看得出来是扛干了啊！好，又是这个森林，这个亚特兰蒂斯遗迹啊。没跳上去，刚才不是拿这个盾牌往上爬，然后还是双手使劲的啊，这个太嘚了。哎呀，好快啊！仙剑的剧情当然也好啊，但是我觉得，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仙剑2没有大家伙想象中那么差啊。之前我记得我直播做过仙剑1、仙剑2。还有仙剑3，就是仙剑4没做啊。仙剑4呢，这个做了可能10%都没到，然后就不播了，懂吧？2代我觉得挺好的啊，2代就是主角的存在感太低了。王小虎确实是面，该说不说，王小虎确实是面，存在感特别低啊，而且这个人设的不讨喜，就是你懂的啊。好，这个地方又是考验你的机关反应能力啊，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考验你的机关嘛啊，对不对？我操，这是什么鬼？这个盔甲吃完是500分。这玩意儿打不碎啊，我记得有的是可以打碎的啊。就是必要时能让你打碎，这个是打不碎啊。你说这个算漂洋过海吗？我觉得也不算了啊。给你一个这个棉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你说是船吧，它也不是船啊，这个可以打掉了。FC 的魔界村，我记得以前我说过呀啊。这个超级魔界村我还真没说过，它还有2周目，但我个人觉得2周目它的剧情应跟1周目不一样吧啊。不过如果说做摊分的话，就是什么都吃。你看，深海中刚才还有一个鱼人，你看没看见？然后飘上来，像那个苏美尔人是吧？他就说这个有鱼人，鱼人就是他们的神，鱼神是吧？鱼头，鱼头太狠了啊！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啊，确实没办法啊，它不是说浪费时间，它就是这么设定的，就是游戏给你一种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正常咱们玩游戏啊，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身临其境。玩恐怖游戏，其实恐怖游戏啊，如果你把恐怖游戏变成一个操作的动作冒险啊，动作冒险或者闯关游戏，你会发现恐怖游戏其实没那么难。但恐怖游戏真正难的地方呢，在于它的恐怖，它怎么吓唬你啊？它怎么给你营造那种气氛，那是最狠的。啊，又是这个 BOSS。你看那个嘴嘟嘟的啊，能打6点，然后再蓄力。咚，一个钥匙，叮。这些游戏但凡设计出这个2周目的啊，我都觉得怪怪的。不过有的游戏是这样的，比如说《战国传承》战国传承这个不是《战国之刃2》啊，《战国之刃2》里他打2周目，不是因为他完全重复加难度了而已，他不是加难度的这个2周目，他的2周目是什么呢？他的2周目就是剧情不一样，最后的结局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东西。而这个魔界村，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超级魔界村2周目啊。他那个不叫张角金，他其实也可以叫张角金嘛啊，张角金。小孩有没有管它叫擦澡巾的啊？擦脚巾。今天是月全食啊，兄弟们，今天是月全食啊。搓澡巾，这个搓澡巾都要跟太清丹经一起用，变成小动物之后可以打2下的。好，这确实太难啊，觉得看起来好简单的样子。不过大家可以操作一下。刚才有小伙伴说这个游戏还有这个超级武器，拿到超级武器之后啊，说非常厉害。咱们这里面打的是无伤。什么叫这个是直播不是踏实？直播肯定是直播，你看见我人了，你看到我人了，我就告诉你是不用想了，肯定是直播。但是你说的什么叫不是踏死吧是什么意思？618是什么意思？618是6月18号是儿童节的第17天啊，儿童节后的第17天，就是这个意思啊。618是某个人的生日，对不对？好，这2级跳是真的，你看啊，他第一次往前跳啊，好，一下能不能秒掉？他跟着走，正好秒的。你看，他这个套路是真好啊，他这个套路可以直接把这个蛇秒掉。这个大蚯蚓啊，这个蚯蚓你懂的啊。好，又是这个地方。
一会儿你们肯定是又要那个什么了，又要这个头晕目眩了，肯定有人会头晕目眩的，脑瓜子非常大那种，对吧？兄弟们，这个必杀是真猛啊！有这一手必杀都可以直接把这些人全归死，而且完全是无耗的啊，无损耗的，对吧？直接归死就好了。好，好，再扣。你看这个交换这个反重力系统进洞之后，哎，这个地方很多人会晕啊，小心一点，这地方很多人会晃得有点晕。不过呢，这个好像是一种天生的啊，有的人天生会对这种就是有晕眩的这种感觉。很多人说我玩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其实第一人称视角玩还好点，你有那个病了，你该玩也玩，只不过玩想吐而已。但是有一个游戏你就玩不了，那种真第一视角的。什么叫真第一视角的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在太空里飞，你就是咱们所看到的第一人称视角你是看不到自己的，但真实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的，对吧？但第一人称视角呢是看不到的，顶上能让你看到个脚。然后手里拿个武器，你就能看到手和武器，还有脚，剩下你啥也看不着。而这个第一人称真正的第一人称视角呢，不是说让你看到自己。你比如说咱们玩那个，对吧？就是全太空类型的，给你一个太空类型的，然后让你飞。比如说我当时玩那个死亡空间，哇，有那个重力系统啊，就是它没有重力系统的时候，咱们就是整个这个。都是对吧？都是没有重力系统的，都是有点失重条件的。在失重条件下，那个人漂浮着，你控制特别难控制啊。好，容易勋章还好啊，我就玩那个死亡空间的那个，啊，不是，还真不是死亡空间，是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啊。好，先把怪全给搞掉。你看这个必杀的轨迹，然后灰神把那个花抠了，你看，它这个轨迹是固定的。但是呢，确实是牛逼。先是森林，然后大海，然后那个火地狱，然后呢再是冰封王国，对吧？是这么个设定。一共就这么几关，然后2周目的路子，对吧？有的人说玩的酷，有的人比如说像我跟大伙解释那个，说你拿手柄，然后一跳的时候愿意这样跳啊，像那种人他玩第一人称视角游戏还真未必会输，就是不是输啊，就是未必会晕，真的啊，不像你们想象中那样。好，能跳则跳啊！像有的摊分这些箱子该打掉都要打掉的，对吧？不过咱们这个挑战全程无伤啊，主要是求生之路其实就我感觉跟 CS 有啥区别啊？
他们玩《求生之路》的 PK 版啊，一个必杀，回身 A 几下，一会儿还要蓄力。直接打掉，这 BOSS， 感觉其实真打 BOSS 啊，像这种无限地图可以拉扯的，感觉就是随随便便都能打，对吧？都不需要练那个必杀的。好，直接进入到了这个最后的环节啊，直接进入到最后的环节啊。又是一红魔鬼，他就是一个特殊的精英怪啊。其实不用把它看得太重，每一关里都有几个这个小子啊，来的就是，一定要提前清掉啊，否则他跳起来这一下挺恶心的，他跳起来这一下直接扑你。好，一会儿这哥们儿打完了之后还要再往下走，然后又变异了，是吧？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情况。一会儿变异了之后，就变成绿色的啊，就第一周目是那么显示的。你看那个鸟头，那个鸟头，这妥妥的黑魔法啊！那个你说一个鸟它不飞，它给你鸟头，好了，我们看一下换球了，这回是换成大陆球了啊！这个攻击力高，4下就能打死一个鸟。啊，直接走，感觉这个好像是没有必杀那么蓄力啊，是吧？又是你，他殴打又啊，怎么老是你？好，哎，这个蓝盾光牙，你看，从牙里面呲出一个激光，这就是蓝盾光牙啊。直接打爆，还有24变身，大家看，还是绿色的啊，这个也太没有新意了，这2周目太没有新意了啊！丧尸魔界国王从前列腺里发波，你看发波发火。给他勾引过来，他吐那个，你最好是蹲下，或者说站在台阶下面。你看，你要打，咱要打的是无伤啊，不是说非得说速通。好，直接打爆，我们看看，又给了一把钥匙啊，又给了一把钥匙，来吧，进屋了，来看啊，怎么说啊？我就说2周目啊，不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对不对？这有个黄金圣斗士，二伯娘，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他为什么要吐出一个东西咱们能踩着？为什么？哎，为什么给一个咱们能踩着的东西，然后让咱们去打他？他好像傻，他就是啊。好，你看，一顿蓝盾光牙，还是散弹光牙。其实感觉这个如果要是用那个刚才那个大龙打，应该也可以打呀啊！
直接爆了。终于等到你，但是小妹儿怎么说啊？好，圣光，马赛克啊，小妹儿身材不错，蓝色头发，好的，没羞没臊啊！哎嘿吼，发生什么事了？大哥，你头盔没摘下来呢？你这怎么舌吻啊，兄弟？对吧？这头盔没摘下来呢，逼逼赖赖的，我真服了啊！差不多说了，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呼吸证明我活着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么一个精彩视频。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如果大伙儿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